1就是1，2就是2，我今天就吃了1碗凉粉。你给了1碗的钱，吃了2碗粉，没钱是吧？我帮你给。多少碗我都付得起，但是吃1碗的粉就给1碗的钱。这么多钱，他吃了多少碗粉呢？你早说不就得了吗？还要很公平。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你是老实人吗？不是。那你就说实话，我到底吃了几碗粉？你告诉他，你收不收？拿枪吓唬一可怜的卖凉粉的，有枪是吧？谁没有枪啊？大声说，几碗？2碗。是一个恶人哦，别饿是吧？他妈比你还饿！结果肚子里要了2碗粉，我白死！你要是肚子里只有1碗粉，我死。要是有2碗粉，我赔6元1决损。凉粉呢？太浅了，我看不见。6元，佩服。凉粉在肠子里，你得横着拉一下才能让我看得见。6元，让大家看看是1碗还是2碗。6元，碗。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是不是只有1碗？是不是只有1碗？6元，站住！我去给你请大夫。别动啊！是不是只有1碗？或许寒假的意义早就变了。以前的寒假时间很长，作业很少，能快快乐乐的和家人过年。但如今的寒假，时间连1个月都没有，作业多得堆积成山。寒假也变成了弯道超车。当家人在屋外过年时，我们却在屋里写作业。我们过年希望面对的是快乐、年夜饭、压岁钱，而不是成堆的作业。开学前考试的压力。寒假的意义本不该是这样。给他一个绿茶的称号，他能占据烧杯榜的榜首2年半。他就是双标界的天花板美羊羊。美羊羊，你吃东西能不能斯文一点啊？喜羊羊，你吃东西能不能斯文一点啊？没关系呀，男孩子这样才叫好卖呢。荣获奥斯卡最骚绿茶奖，懒羊羊表示：“我当时要是在场。”美羊羊，你个臭娘们可真双标。麦克阿瑟将军也曾表示：“我很庆幸当时在战场上遇到的是叫呆呆这个傻子，不是美羊羊。”你为何不避？因为不怕。为何不怕？无所吊威，我眼小，你却不做。做英雄是要付出代价的。吃啥？不烫吗？不烫。为何不烫？因为你没到我手上。小伙捡了1鸡蛋，他以为捡的是鸡蛋，反过来一看是公公。小伙直呼真晦气，这公公只要你一碰，半夜公公来锁。小伙撇嘴微微笑，转身来到净身房。小伙丝毫也不慌，把门一投进净身房。半夜公公真来到，发现自己中了套。小伙持刀近身前，公公接腿下软，快快走开，我不要。小伙刀下请留级，回头我请您吃饭。小伙骂公公神经病，你赶上净身房来锁。骂完觉得还不爽，还打出响击巴掌。不知过了多少天，公公重现人世间，这次的目的就一个，找到小伙杀无赦。别人都写变成羊，你写变成了个蚊子，到处吸血。你觉得你挺厉害？班主任说不厉害，可是作文题目不是写我变成了什么都行吗？徐晓明说那你觉得蚊子是好东西吗？班主任说不是。那你还写？今天回去重新写一篇，你就写我变成了一只羊。班主任说可是我不想变成羊。徐晓明说你觉着温顺的羊配不上你特立独行的灵魂。班主任说不是，羊很好，可是我不想变成羊。即使你现在让我变成了羊，也不能保证我以后不会变成蚊子。也许我会在权力下温顺一段时间，但我还是想变成蚊子。我是一只蚊子，我变不成羊。徐晓明说但是大家都变成了羊。班主任说那我就一定要变成羊吗？这世间难道没有别的动物可以选择吗？难道没有人变成鹿、鹰、虎、豹、秃鹫？这世间所有人都只能变成羊吗？老师，你也变成羊了吗？
小秘书。捡了一功德箱，他以为捡的是功德箱，反过来一看是美元箱，直呼真晦气！这美元箱，只要你一碰，半夜大佐来索命。小虎铁嘴微微笑，转身来到小日本，丝毫也不慌，把美元箱投进公共厕所箱。半夜大佐真来到，发现自己中了套，得知很上头，给厕所泼上1桶油，骂大佐神经病，你敢上厕所来索命？骂完觉得还不爽，还偷了大佐一。隔天此事就上新闻，首脑更是慌了神。喜讯传回国，国内打鼓又敲锣。隔天警局电话响，说发现被人抢，这些是国宝，询问警员怎么搞，但是很执着，要把我偷回国。第二天老外去上班，吓得直接白眼翻。随后警报被拉响，说被人抢，安保人员直发愣，咋一件也没剩。隔天国内乐开了花，说终于回了家。学生时期，老师最信任的同学。高中历史中的3省6部制学过吧？咱们班的班长现在权力太大，勾结各大课代表，利用职务之便逃课、漏作业，该整治。有些事我不好当面办，你经常往办公室跑，你是我最信任的学生。可是学生位轻言微，怕服不了众啊。你拿着我的飞鱼壶，见壶如见本老师，去办吧。班长不是说去老师办公室帮忙了吗？怎么带着课代表跑来打篮球了？关你什么事？谁让你上课时间跑出来的？班长，是老师的水壶。飞鱼壶？以后有什么事不用劳烦班长四处奔走，直接告诉我们西厂，由我们西厂代劳。西厂算什么东西？你问我西厂算什么东西？我现在就来告诉你，班长收不回的作业由我西厂来收。我的哪根杀青吗？班长不敢抓的人我抓，班长不敢管的事我管。一句话，班长管得了的我要管，班长管不了的我更要管。先斩后奏，老师特许，这就是西厂。哎，你今天这么早哦？哦，对啊。那今天要不要来晚一点，角色扮演？好啊。好，那剧情是这样：你是闯空门的窃贼，我是独居女屋主，你不要过来。当你要得逞的时候，不要就是要，给我躺好，女人。问自己的男同事别跳出来解围。变态，住手！啊！哥们儿，能让我女朋友扇你俩大嘴巴子吗？刘大刚正在吃饭，一个男的坐下对他说：“嗯，为什么？”刘大刚很疑惑。我女朋友说你长得就让人很想打你，像她前男友。她越看你越来气，根本吃不下饭，想扇你俩大嘴巴子。男的接着说。刘德刚看见对面桌有个女人正在怒视自己，火腾一下就起来了。但看看眼前的男人，身高可能在1.85米以上，跳起来可能1.9米，火又下去了。那他不看我就行了吧？刘德刚选择以理服人。不行，他忍不住看你，他这个人比较任性。你帮个忙，这顿饭我请了。如果你不帮忙，我女朋友吃不好这顿饭，我会很生气。我一生气喜欢把人腿打断。男的眼神坚定，没有商量的余地。刘德刚怂了，但是嘴很硬。你的要求很无理，但是我欣赏你的坦诚，这个忙我帮定了。老板，来2个麻辣羊蹄儿。刘德刚站起来，女的过来啪啪给了刘大刚俩大嘴巴子。2个人开心的搂着继续回去吃饭。刘德刚忍着脸上火辣辣的疼，坐下吃完饭准备离开。哎，还没结账呢。老板叫住刘德刚，他们结。刘德刚指着那对情侣。他们？老板很疑惑。你谁呀？我们不认识你。男的说。这下刘德刚彻底忍不了了，冲进厨房提出一把菜刀，喊了句太他妈欺负人了，开始在男的身上乱砍。老板吓得躲在一边瑟瑟发抖，拿出电话报警。砍完之后，刘德刚长舒一口气，躺在地上不动。警察过来调了饭店监控看事发经过，发现当时饭店只有刘大刚一个人在吃饭，有一个人站起来给了自己2个耳光，最后一个人拿着菜刀对空气乱砍，可能是个精神病。警察说
我很孤独。刘德刚躺在地上说。糟糕糟糕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奇怪？苏密马塞，我老公有3蹦子综合症，说话必须3个字的往外蹦。那他能朗诵古诗吗？抽刀断，水水更，流流流。自动补齐就算了，咱非得这么骚气吗？老公，君君呐，讨厌啦，别这样子说人家。这是老公还是公公？哦，这又是谁呢？吓我一跳呀！这是我公公，他有5蹦子综合症，一说话就想跳舞。你是怎么凑齐这2个卧龙凤雏的？不如跳舞，赵老板不如跳舞，让小老太太折服，这就是我的天赋。哦。哎呀爹，你来啦 ，Welcome， 么么哒，我的好大儿，咱俩要不要合作一首？必须的，这则必。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火锅鸡大米线，这一桌多少钱？哦。Hello， Hello。哦，你是想问刚刚在那边看到我，感觉我闺蜜旁边的我，蛮可爱的吗？那个洗手间在哪里？其实没什么感觉，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一直陪着谁，我不太需要。导航开始，全程108000里。导航开始，全程108000里。啊，师傅，你怎么才来呀？施主，上路吧。小心啊！师傅，快救我出来吧！如何救你出来呢？把如来佛祖的压帖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走远些，还远一些，再远一些，长辈困难哦。还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拜酒真经，经不可轻传。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师傅，俺老孙出来了。
俩就离吧。咋了？你家玻璃水花多少钱？那你问玻璃水干啥呀？这花玻璃水咱妈搁这儿呢，你就赶紧跟我说，我都知道了。说300。你加个玻璃水，你给我花300。妈，你说了，加玻璃水花300。我没想到你能知道这事儿，我再也不敢了。你咋不加800块钱玻璃水呢？我都知道错了，哪来800玻璃水啊？妈，我爸加玻璃水花多少钱？他花800。听了吗？我爸就花800加玻璃水。他加800，你为啥不给我加800的，加300的呢？我没有你爸胆儿大。哎呦我的妈！我没敢，我觉得早晚得出事儿。咱车是啥车？你家那不好能用得住吗？修车是不是得8000块钱修车呀？对。你赶紧把那300块钱玻璃水给我抽出来，我先给你转钱，给我换800的去。我也太会过了，你得像你爸似的加800的，能用得住。怎么你自信都不管，怎么不早些放掉我话？你的说法别不知所谓，遇到不知不觉，越看人越烦，花花粉红色彩，好像也不来，太久没出来的美丽不再发开。是这一回他变出一万青春胸到底恨不得解开，说好红尘不知他还能传来，你不想得到现在发觉到明白，目的就是要勇敢出来，自我情绪就在没出来，大家状态操作错坏，谢谢我不用可以告白，其实心有别不安，能不能想你的遇见，我还是一步去不怕我是一匹小天马不平权，那就先叫后一眼。这个小伙想当兵，父母骂他太年轻，因为网上查3代，背景确实有点坏。爷爷曾是国民党，顶头上司是老蒋，爸爸曾是狗汉奸，被戳脊梁骂祖先。小伙身份更特殊，偷钱偷包偷母猪，但是小伙很执着，想用技术来报国。小伙确实有点狠，首先来到小日本，日本娘们是真不赖，就是说话有点怪。我说绿茶配青梅，他说哥哥亚麻得。日本长官叫大佐，死后全部放厕所。小伙得知很上头，给厕所泼上1桶油。日本汽油品质高，这火苗蹭蹭往上烧。隔天此事就上新闻，首脑更是慌了神。小伙把喜讯传回国，国内打鼓又敲锣。隔天警局电话响，说发现文物被人抢，这些文物是国宝。询问警员怎么搞，警员瞬间不高兴，以为遇见神经病，但是小伙很执着，要把文物偷回国。第二天老外去上班，吓得直接白眼翻。随后警报被拉响，说大英博物馆被人抢，安保人员直发愣，咋一件文物也没剩。隔天国内乐开了花，说文物终于回了家。我是大佐小大姐，爱吃日本巧克力。为什么感冒流分泌？为什么小熊吃鼻涕？我家住在八嘎花园，我想八嘎幼儿园。为什么我们要过年？为什么过年贴多嘞？这个女鬼想当兵，佛祖骂她太年轻，因为寺庙查3代，背景确实有点坏。爷爷曾是老大佐，爸爸曾是亚麻得。女鬼身份更特殊，偷美元、偷硬币、偷小日本，但是女鬼很执着，想用技术来报国。女鬼确实有点狠，首先来到小日本，日本小伙是真不赖，就是说话有点怪。我说绿茶配青梅，他说女鬼亚麻得。日本长官叫厕所，死后全部放大佐。女鬼得知很上头，给大佐泼上1桶油。日本汽油品质高，这火苗蹭蹭往上烧。隔天此事就上新闻，首脑更是慌了神。
把喜讯传回国，国内打鼓又敲锣。隔天警局电话响，说发现文物被人抢，这些文物是国宝。询问警员怎么搞，警员瞬间不高兴，以为遇见神经病，但是女鬼很执着，要把文物偷回国。第二天老外去上班，吓得直接白眼翻。随后警报被拉响，说大英博物馆被人抢，安保人员直发愣，咋一件文物也没剩。隔天国内乐开了花，说文物终于回了家。别学你我兄弟都说看到别手别西他学你我学到不学到不一起做着东西你往后往别手一起你都说说了套戏学你看学你今天他不一满地他他说一句话一句不知不觉一双手机他学你都说了百家的不往上要是心你往小我自己我我也有死你选择是该为你把为你梦幻斗地，我才是你勇气。风流啊，我们也别闹手机啊，梦想在月亮起，一人一万个。学歌手都这把武艺，只要满够实力。往前那几个数没戏的同学不可和解析。回到电视听听他们砸到身旁论也喜他是你梦里结果学的比我高低。我算盘头，你们这些权益挂着游戏，实际上他不希望结束没戏是干预偷袭。其实偷偷的全部告诉你，暗下决心，我也要耍戏，小丑不懂，机智就你。家务是先生也的呼吸，怎么会得到你这个面具？我得说两句。海鸥子，不要再叫了。从今，我也不爱给。这个小伙一睁眼，直接吓得一声喊：“怎么下面有点凉？”原来穿越到净身房，手脚被绑难移动，叫破喉咙也没用。太监劝他别挣扎，一定给你快点嘎！一瓢热水泼小鸡，小伙直呼麻麦批。太监持刀近身前，刀子一落就要完，巨鸡留人入宫门，从此就是宫里人。小伙闻言惊声叫：“快快走开，我不要！公公刀下请留蛋，回头我请您吃饭。”太监劝小伙别发狂，进宫总比饿死强，只要挨过这一刀，不白貌美绝对骚，洒家丑你体子好，以后宫女少不了。时间来到2天后，宫女见他猛挑逗，看着还像男子汉，可惜却被嘎了蛋，但是这也无所谓，我们可以做姐妹。说罢直接上了手，吓得小伙赶紧走。老哥，你在演老哥？你先回答几个问题。你说，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比基尼好看不好看？回答正确。张家口有没有外星人？抽烟有害健康。回答正确。他这种答案要是也能拿烟的话，那我不拍了，我不拍了，你们俩拍吧。啊，我不敢苟同他的观点啊。那你说？我个人认为，这个意大利面就应该拌42号混凝土，因为这个螺丝钉的长度，它很容易会直接影响到挖掘机的扭矩，你知道吧？你往里砸的时候，一瞬间它就会产生大量的高能蛋白，俗称 UFO， 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甚至对这个太平洋以及充电器都会造成一定的核污染，你知道吧？啊！再者说，根据这个勾股定理，你可以很容易的推断出，人工饲养的东条英机，它是可以捕获野生的三角函数的。所以说，你不管这个秦始皇的切面是否具有放射性，啊，特朗普的 N 次方是否含有沉淀物，都不影响这个沃尔玛。跟这个维尔康在南极会合啊？有人不用笑，
你刚才你承不承认你打他屁股一下？等会儿承认啊，你承不承认？承认啊，我没闹，疼不疼？不疼，我就打抱不平，你疼不疼？你说实话。我们俩是有玩的，玩也不行，你是不是打他屁股一下？我问你是或者不是？是啊，那你打我一下呗。来，哎，谢谢啊。本人男，28岁，1米59，工资2800，初中没毕业，喝酒抽烟样样精通。现在想找一个本科以上学历，年轻貌美，身高1米7，月薪30万以上，要有房有车，每月给我5万零花钱，给我父母3万生活费，给我弟100万买婚房。结婚后工资给我管，有意者联系，灰尘勿扰。小伙捡了1沓钱，他以为捡的是美元，反过来一看是冥币。小伙直呼真晦气，这冥币只要你一碰，半夜女鬼来索命。小伙撇嘴微微笑，转身来到一寺庙。小伙丝毫也不慌，把冥币投进功德箱。半夜女鬼真来到，发现自己中了套。寺庙佛像金光闪，女鬼直接腿下软，佛祖打出5连鞭，打得女鬼直冒烟。佛骂女鬼神经病，你敢上寺庙来索命？骂完觉得还不爽，还打出降龙18掌。不知过了多少天，女鬼重现人世间。这次的目的就一个，找到小伙杀无赦。小伙也是很鸡贼，知道自己要倒霉，于是掏出新手机，打开了美团 APP。女鬼不知以上当变成外卖小哥的模样，顺着地址找上门，却直接吓得丢了魂。外卖地址是茅山，里面全部是上仙。上仙说女鬼太猖狂，敢来茅山耍流氓，于是掏出桃木剑，一路火花带闪电。不知过了多少天，女鬼再现人世间。这次女鬼变小心，直接录了一段音。这段录音很诡异，一听立马就嗝屁。谁知小伙他不上当，把录音上传到网上。接下来操作有点狠，把录音转发到日本。隔天此事就上新闻，整个岛国变成了坟。阎王此时也慌了神，咋死的全是日本人？女鬼捡了1沓钱，他以为捡的是冥币，反过来一看是美元。女鬼直呼真晦气，这美元只要你一碰，半夜小伙来索命。女鬼撇嘴微微笑，转身来到一地府。女鬼丝毫也不慌，把美元投进阎罗王江。半夜小伙真来到，发现自己中了套。地府阎罗王金光闪，小伙直接腿下软。阎罗王打出5连鞭，打得小伙直冒烟。阎罗王骂小伙神经病，你敢上地府来索命？骂完觉得还不爽，还打出降龙18掌。不知过了多少天，小伙被重现人世间。这次的目的就一个，找到女鬼杀无赦。佛像捡了一人，他以为捡的是小伙，反过来一看是女鬼。佛像直呼真晦气，这女鬼只要你一碰，半夜功德来索命。佛像撇嘴微微笑，转身来到一寺庙。佛像丝毫也不慌，把女鬼投进美元箱。半夜功德真来到，发现自己中了套。寺庙冥币金光闪，功德直接腿下软。冥币打出5连鞭，打的功德直冒烟。冥币打功德神经病，你敢上寺庙来索命？骂完觉得还不爽，还打出降德18掌。不知过了多少天，功德重现我世间。这次的目的就一个，找到佛像杀无赦。1沓钱捡了小伙，他以为捡的是小伙，反过来一看是女鬼的女鬼，只要你一碰，半夜冥币来索命。1沓钱撇嘴微微笑，转身来到一寺庙。1沓钱丝毫也不慌，把女鬼投进功德箱。半夜冥币来到，发现自己中了套。寺庙佛像金光闪，冥币直接腿下软。佛祖打出5连鞭，打冥币冒烟。佛骂冥币精病，你敢上寺庙来索命？骂完觉得还不爽，还打出降龙18掌。不知过了多少天，冥币重现人世间。这次的目的就一个，找到1沓钱杀无赦。小伙捡了女鬼，他以为捡的是女鬼，反过来一看是阎王。
小伙直呼真晦气，这阎王只要你一碰，半夜来索命。小伙撇嘴微微笑，转身来到一寺庙。小伙丝毫也不慌，把阎王投进功德箱。半夜真来到，发现自己中了套。寺庙佛像金光闪，直接腿下软。佛祖打出5连鞭，打得直冒烟。佛骂人精病，你赶上寺庙来索命。骂完觉得还不爽，还打出响18掌。不知过了多少天，重现人世间。这次的目的就一个，找到小伙杀无赦。前2天看到2个小朋友蹦蹦跳跳的走在放学的路上，那清澈的眼神和天真的笑容将我深深打动，多美好的时光啊，真羡慕他们。然后其中一个小朋友突然对另一个竖起中指说：“我要把你妈的出屎，然后让它干净。” What？ 另一个小朋友用一个尺度和结构差不多的句子回敬了这个小孩，2个人继续蹦蹦跳跳的走。Jesus fucking Christ！ 这2个人在干什么呀？这他妈是什么对话？你还戴着小黄帽啊哥！我突然觉得我跟朋友之间的嘴臭或者聊骚，在他们2个面前显得像是2个弱智儿童在过家家。实不相瞒，我在他们这个年纪还是一边用袖子擦鼻涕，一边到处找人互相摸吉儿的蠢逼。对于这方面的了解，绝大多数来自换装小游戏。有一年被同学邀请到家里去看他爸藏起来的攒金的光盘，说真的，我只看了一眼光盘封面上穿的避重就轻的大姐姐，我就被吓到。我他妈第一次见这么大的伤口，差点给我吓尿了裤啊！然后朋友看我的脸色不对，就换了一部放给我看。坦率的讲，我是当恐怖片看完的。那起起伏伏的惨叫，着实是把我吓得不轻。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认为这是某种残酷的刑罚才会搞得姐姐这么痛苦。这男的是真畜生，我也是他妈真傻逼。但是这2个后生仔会不会就太离谱了一点？这是看宝宝巴士长大的孩子吗？专家们已经把各种会或者有可能会对儿童产生不良影响的动画片删减的删减，下架的下架了。你现在跟我说你要把他妈的出屎，然后让他干净，我们似乎总是错误地理解了小孩子。你以为他很快乐，但是他一个周末要上6个辅导班；你以为他很健康，但他喝的牛奶都是乳化剂兑的水。如果有一天你事业有成，也不要轻易对你的孩子说你现在是如何幸福，当年你爸我是如何辛苦，因为他很有可能对你竖起中指，并对你说我要把你妈的出屎，然后让他自己干净，因为他既来到这世上就是个苦命人。妈，我回来啦！宝宝，你怎么回来啦？嘿，这不是周5了吗？好久都没回家看你们了，就来啦。怎么不提前跟妈妈说一声啊？干嘛要提前打招呼啊？这不是给你个惊喜吗？怎么？难道你就不想见到你最可爱孝顺的大闺女吗？我都没做菜，本来想着把中午的菜热热呢。那我现在去超市给你买你爱吃的。哎呀，做什么好吃的？我就是怕你提前忙前忙后的，才不告诉你的。这孩子。哎，妈，你看我今天穿的是什么？哎，你给我买的加厚棉裤。嘿嘿，哎呀，这不让你放心嘛，我在外面也会乖乖听你话的。什么时候这么听话啦？真是妈妈的好闺女。妈，我想抱抱。真是长大了，以后就算妈妈不在你身边，也能放心了。妈妈，我想跟你说对不起。我还没有男朋友，还没成家，让你操心了。还有，对不起，我之前老是因为工作忙，不爱回家看你，就算回了家，还一股脑的跑出去找朋友玩。还有，对不起，我总是理所应当的不回你的消息。傻孩子，不用跟妈妈说对不起。感情的事儿呢，要看缘分。妈妈虽然平时老是催你，但也只是希望以后有人能照顾你，能遇见一个能让你托付终身的人。哎呦，妈妈知道你工作忙，这不也正是说明我的宝贝女儿厉害吗？不怪你回家少，你有你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理想要去奋斗，妈妈特别为你骄傲。但是咱们以后啊，还是以身体为重。哎呦，怎么哭成这样？
没事儿，就是来之前看了个电影，挺伤感的，不哭了啊。妈妈，如果有下辈子的话，你还当我的妈妈好吗？好，妈妈呀，会提前去下一世布置我们的家，好不好？下辈子我也还想当妈妈的闺女，我一定会当妈妈的闺女，因为我没当过。如果妈妈不在了，或是说，假如妈妈不在了，你也别太难过，别哭坏了身子，要不然妈妈怎么放心呢？但愿可以帮我怎么劝啊。他很小的时候，因为尿床的频率实在太高，让他父母非常头痛，于是他妈不得不每天晚上喊他起床尿尿。直到有一天，他像梦游一样打开他妈装内衣的抽屉，并且尿了一泡大概550毫升的尿，而他第二天却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他妈只好决定以后端着尿盆看着他尿。有一天半夜，他像往常一样起来尿尿，突然觉得鼻子很痒，一个喷嚏打了出来，呲了他妈一脖子。他妈一脸问号，匪夷所思地看着他，啧了一声。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着他妈的脸，突然觉得很好笑，然后噗嗤一下乐了出来。又呲了一脖子，他彻底放飞自我，哈哈大笑。他妈端着尿盆在屋里疯狂走位，笑声把睡得正香的他爸吵醒了。迷迷糊糊的睁眼一看，昏暗的灯光，哗哗的水声，一个小孩掐着腰诡异的哈哈大笑。远处隐隐约约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手里不知道捧了个什么圆鼓鼓的东西跳舞，把他爸吓得头发直立。于是就近一个扫堂腿，把小孩干飞，下意识地护住自己的老婆孩子，才发现炕上只有他一个。他爸这才反应过来，赶紧下炕想看看孩子有没有事儿，没想到地上湿滑无比，吧唧一声摔在地上。吧唧一声摔在地上，他妈端着尿盆看着他爸，他爸看着他，而他几天如雨的花，虽然你们只是初见，青色系这一挂人美，此处新人处在面前，叫他收拾了一个不备。以后你就睡在哪里，每个人记住自己的面色，然后看看看起你的名气，以为让星期这两天很快就能够出雨地，二杯就是个道歉，3点左右满不及地，3杯酒气同时10点，4颗正在绵绵哭泣，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他问他白天的星期是多少，他哈哈众人说他是阳光无情的蓝光。阳光无情的蓝光，他和他只有不老，要不到天荒地老。阳光无情的蓝光，阳光无情的蓝光，雨过明花几寻找，等等他是风尘风。光怪花土的蓝光，光怪花土的蓝光，要不是多幸运的，要不被那风下地。光怪花土的蓝光，光怪花土的蓝光，雨过一关的记忆。Вы не можете улыбнуться? Нет. Почему ты мне ничего не сказал? У тебя же бронь. Так надо. Ты меня не любишь. Я пишу. Вы не можете улыбнуться? Нет. Я тебе запрещаю! Война, папа. Ты же женщина. Я окончила курсы медсестер. Ты же у меня одна. Именно поэтому. Ну куда ты собрался? Ты же старик. Ты слышала? Все, кто способен держать оружие. Ты свое уже. А ты воевал. We slow down, slow down. We slow down, slow down. We slow down.
也记不把个心没放，也记个流星没完，也记个别一过手艺，也限量皮肤要。手机电脑，那天我把火。我不喜欢电脑帮看，有一天我能不把手机不满关了，回家把个新年我帮忙看。你都是我要有时残留的关，我会回来。每次不你们希望自信里看看，结合世界里的那我会学习，其实是他让我别熬，满足的苦。你来啦！今天这么早？等等，今天不是周四吗？你又请假了？哎呦，忌日这玩意儿又不浪漫，早一天晚一天没关系的。我活着的时候你总是记不清纪念日，怎么现在我不在啦，你反而这么乖啦？再说了，你老是请假，没准哪天就被公司开了，到时候啊，你就买不起这么好看的百合花啦。虽然我闻不到，但是肯定超级超级香。哎，你最近怎么还登我的微信给你发消息啊？学的还一点都不像。老娘会说那么腻歪的话吗？什么 BB 呀，天凉啦，记得多穿一点哦。换成我啊，肯定是说天这么冷还嘚瑟，冻死你活该。光顾着跟你说话了，都没发现旁边还有人呢。哟，交新女朋友啦？我早就说嘛，赶紧找一个，你就是不听话。唉，真是的。突然一听话，我还怪不习惯的。挺好，你也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就说你小子有眼光吧，每次找女朋友都找得这么漂亮，身材比我好，眼睛也比我大。哎，不过你放心，我可没自卑啊，你说的嘛，要永远相信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小美女。好啦，走吧，以后都别来了。真是听话，说走就走了。BB 呀，天凉啦，记得多穿一点哦。我居然在公共澡堂窜稀了。事情是这样的，今天在家吹着空调追着剧，不知不觉半个西瓜全被我吃了。准备去澡堂搓个澡，于是我拎着一兜洗漱用品就出发了。路上突然感觉肚子隐隐作痛，我觉得可能是吃太撑了，就没在意。进入澡堂后，拧开浴头阀门，哗的一下，滚烫的热水给我脚一激灵。这温度，上一个人是来拔毛的吗？肚子也有点兜不住了。伴随着肚子的翻腾，我浑身鸡皮疙瘩全起来了。此时我意识到，刚刚肚子的翻腾不是撑的，是吃坏肚子了。这时卫生间还有人，为了给肚子争取点时间，我试探性的想排泄一点气体出去，固体释放一点空间，但是我忘记了气体固体之间还有个东西叫液体。我拉稀了，伴随着澡堂的热气，恶臭瞬间弥漫了整个隔间。这一刻，我感觉我捍卫了20几年的尊严被一个屁全崩没了。还没等我缓过来，接下来根本不是我可以控制住的，犹如龙卷风般袭来，两腿别夹着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怎么办？除了光溜溜的自己，就只剩下了装洗漱用品的兜。我当机立断，准备拉在兜里，可兜是透明的，这到底该咋带去啊？情急之下，我把浴帽垫在了兜里，这样就天衣无缝了，尽情地开始了释放。外面议论纷纷，说澡堂咋这臭，
我赶紧拎着纳豆生化武器，强装镇定的走了出去。出澡堂后，我就想快速找个垃圾桶扔了。我的脚从拖鞋里一个出溜给出去了，这都生化武器被我压迫了，恶臭扑面袭来。这时，马路上的人群朝我投来嫌弃的目光。不说了，我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小伙捡了一桶油，他以为捡的是煤油，反过来一看是石油。小伙直呼真晦气，这石油只要你一碰，半夜美军来索命。小伙撇嘴微微笑，转身来到莫斯科。小伙丝毫也不慌，把石油放在红场旁。半夜美军真来到，发现自己中了套。红场乌拉高声喊，美军直接腿下软。苏军掏出卡秋莎，打得美军直冒烟。政委骂美军神经病，你赶上红场要来索命。骂完觉得还不爽，还直接送进火葬场。这是你下一个任务，靠近目标并绑架他的儿子。哎呀，报告总部，我已和目标结识，但没有发现他有儿子。情报不可能有错，按计划行事。嘿，呀，报告，顺利完成任务。我现在1个月6000块钱，要还3000多的房贷，要养一个上幼儿园的娃和一个吃奶的娃。我老婆要照顾2个孩子，不能上班。每个月感觉钱不太够花，感觉对不起他们娘仨陪我过苦日子。所以朋友们，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去洗脚？来盲点，点多少钱给你转多少钱。以后别跟人学啊你！有钱吗你呀？刚我点几块？8块。8块你都没有，啥档次？你跟人拍一样视频，你上厕所买几块纸你都费劲，滚！8块钱买你命了都。讲道理，我爸妈对我的控制欲简直就像疯了一样。我记得有天刚回家，就看到他们在拆我的门锁。我说爸，你干嘛哟？他一边猛捶房门锁，一边说，你又不看片，又不早恋，又不造炸弹，锁房间门干什么？有什么是爸爸妈妈不能知道的啊？你看，这种就属于不懂事的父母。我怎么就不看片了？他们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懂了，我老爱看了。自从没了门锁之后，我的生活真的和美国恐怖片一样。写作业时不时推门进来叮一下，跟同学打电话在门缝里偷看偷听，在我睡懒觉的时候走进我的房间，拉开窗帘批判我的每一项人生选择，让我的压力变成原来的10倍，列出每一件我早就知道应该要做的事情，最后走出了房间并且不关门。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童年报复性补偿行为？小时候天天被监视，现在就想一个人搬出去住。小时候家里不让我干活，现在外面天天当牛做马，做不完，根本做不完。真不说啊，他们的搜查力度是真大，锦衣卫来了都直呼内行。有次我以为爸妈出门了，坐在椅子上玩手机，我爸突然蹦出来大喊，你在看什么？是不是色情软件？我说我没在看色情软件，这是我的 QQ 群。然后手机就被查了，我也终于沉冤得雪，我确实只是在看 QQ 群而已，但是我手机里真有片子啊！曾经有人对我说，你只要敢于承认和透露自己的缺点，别人反而会尊重你。我爸这点就做得很好，他不止和一个亲戚说过我看片这件事，甚至在家长会上和别的家长说，但这他妈的是我的缺点。Oh God, please no, no! 有次我真绷不住了，太耻辱了，跑步逃离现场。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他追上来了，边追边骂我，小年纪不学好，看色情图片，爸爸教育你2句就生气，你这脾气以后怎么办啊？真不是我说啊，家长越是限制，我脱离他们的掌控后就越放纵。看见好吃的我能忍住，看见好看的衣服我能忍住，看见新款手机我还是能忍住，唯独屏幕上弹出付费观看的时候，我他妈真忍不住。说句心里话，我经常幻想在他们老了以后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首先，为了自己方便，要把他们送进养老院里，并且对他们说，我每个月就赚这么点钱，一大半都交养老院了，你可得给我省点心呢。然后在他们的房间里装上监控，时不时远程语言下达指令，
怎么在床上躺这么久？起来运动一下，听见没有？怎么又摔倒了？哎呦，一大堆麻烦事儿，我还得上班，能不能让我放心点儿？别天天和隔壁老头玩了。那老逼灯天天买保健品，把家里钱都败光了。你想和他一样吗你？过年的时候接回家，当着亲戚朋友的面说，我家老头现在还尿失禁呢，之前买理财产品给人骗了几万块钱，一把年纪了，别人都老智者德高望重，我家这个真的越老越糊涂了。说实话，我曾经想过，自己以后绝对不是那种屋里装监控不让孩子锁房门、看孩子手机、翻孩子日记的那种妈妈。不过再转念一想，我连自己都活不明白，还生个孩子，这不春春找死吗？最近有不少朋友私信我和我说家庭问题，说想和父母断绝关系，说自己的压力有多大多大。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仅供参考。你选择不了自己出生的家庭，但你可以选择自己以后的生活。加油！我删掉了同学的作业共享群，我删掉了王者荣耀，我披星戴月，我奋不顾身，只为证明我命由我不由天。终于。不知过了多少天，美军重现人世间。这次的目的就一个，找到小伙杀无赦。小伙也是很鸡贼，连夜跑路去柏林，于是掏出旧手机，打开了军火 APP。美军不知以上大臂中中间上的模样，顺着地址找上门，却直接吓得丢了魂。外卖地址是我会里面住着一老西。老西说美军太猖狂，敢来我会耍流氓，于是派除党卫军，直接送美军建兴军。锦绣河山雪里呀，美军战士坐汗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都该赶快走天涯。枪林弹雨全无血，细看中东大风沙。手持机枪迎朝阳，有我车队送还家。天不怕地不怕，抗疫险责任随他。我为祖国头是有，你家有是有，你家就是我的家。学校的一天 be like。 上语文课了，我好想死；上数学课了，我好想死；上英语课了，我好想死；上电脑课了，上体育课了，体育课大家要跑圈，我好想死；今天食堂中午的菜是五仁月饼炒带皮牛蛙，我好想死；厕所停水了，我好想死；放学了，放学之前先留个作业，我好想死。什么是真正的杠精？谢谢啊，给个5星好评啊！好嘞，好嘞。哎，停着停着，咋了哥们儿？我们小区不让外卖进去啊！我不是外卖员，不是外卖员你拿外卖？这是我在外面刚取的，取的啥？外卖啊！我再说一遍，我们这儿不让外卖进去。我再说一遍，这外卖是我自己取的，取的啥？外卖啊！啊，我们这儿不让外卖进去。你跟我这儿卡 bug 呢？哎，你咋知道我有 bug 呢？我是这儿的业主，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啊，业主让进啊！那你让开啊！那你手里拿的啥？外卖。我们这儿不让外卖进去啊。那好，你就当我现在拿的不是外卖 ，OK？ 那你拿的是啥？你管他是啥，业主拿啥还得跟你汇报。可你拿的像是外卖呀。好好，那我拿的是快递，好吗？这是我在网上订的快递。那快递箱子呢？扔了。那这不像快递啊！不是你甭管它像不像，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普通业主拿着一个普通的快递，就想普普通通的进去，行不行？不行。凭啥不行啊？我们这快递也不让进。怎么了这是？他不让我进。张经理，这人非要往小区里送外卖。我不是外卖员。你是这儿的业主吗？是。那你快让人进去啊！进不去。为啥？本小区禁止外卖入内。好，现在这条规矩没有了，外卖可以进了，可以了吗？哎，停那停那，你还要干啥？外卖不是能进了吗？你刚说你拿的是快递。哎，往我们这儿不让，滚！门已开启。哎呦我靠！把门打开。门已开启。
不同国家表白拜拒中国。我开玩笑的，你不会当真了吧？啊，这什么呀？好人卡。日本。那么就到此为止吧，再爱就不礼貌了，还是要谢谢你的花姑娘的大大的好。哎呀，这怎么行啊？这怎么能考得好试啊？遗忘，我要遗忘。让今天有点帅，逛了几条街，闯了一海，打了一海，花了几百块，妻子来到光明怪，花式往一买，现在今天心不快，万水桥不见北口，月老前方，现在还在后走好，三两让我笑一笑。看到平凡的照片上，只反映着这名色心上，还有什么名字叫人更通畅？是谁没在被高低？长亭玉笛声写上想象都不易，这里反复的每天，几岁好圈。就是酒，我想不平讲，就不平讲，看你我是梦中模样。想象着就快乐，我想离开，就的地方，还有什么这让人更通畅？哇，好多可爱的小蚂蚁呀！你们在搬家吗，小蚂蚁？哦，你是要提醒我快下雨了是吗？你们可真聪明呀！好，那我先走了，等你们搬完了，下次我来看你们的新家，拜拜。易拉罐子、平底锅，你有废品卖给我。旧轮船、水烟车，风上骑过的摩托车，压力机、大彩电，炒菜爆炸的煤气罐，破棉袄、烂棉裤，不能用的塑料布、塑料桶、塑料盆，锁不住的铁大门，破纸本、破纸箱，不同烂铁不锈钢，塑料纸、烂麻袋，饮料瓶子拿来卖，收飞机、收大炮、宇宙飞船我都有。我这个月花呗要还2100啊。转你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怎么了？我说2000你就只给我转2100啊，我还信用卡呢。那你要多少我转给你？你给我欠多少钱你都不知道，你天天还说你最关心我了。那我给你开亲密付行不行？你会刷我的。啊。怎么了？我给你开亲密付了呀。明明能开2万的，你为什么只给我开1万？那我身上只有1万块钱。你给我开2万，我还真给你全花了吗？我就想看一下你的态度。我给你开嘛，你别生气嘛，哥哥。嗯。新书卡也一起开。好。